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继续美恐系列。高草丛中，小美和小帅是一对兄妹，他们现在准备前往远处的一个城市。通过小美肚子可以看出，她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可能是路面太过颠簸，刚走没一会儿，她突然感觉一阵恶心。这种情况是孕吐反应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因为他们去的城市还有2000多公里，俩人本想着吐完赶紧离开。这时，一旁草丛里传出一阵小孩求救声。为了确保自己不是幻听，小美下意识回应了一下。很快，小孩又喊起了救命，他表示自己在里面迷路了。毕竟自己的孩子也即将出生，这种事小美不想坐视不管，于是俩人就这样钻进了草丛。走在前面的是小帅，他根据声音寻找小孩位置，而小美则是一边跟着一边报警。很快电话被警局接通了，小美刚准备把情况给说出来，电话却莫名其妙没了信号。等她再一次抬头看去，只见小帅已经没了踪影，而小帅并没有发现孩子。虽然自己是按照声音找的，但他总感觉小孩在一直乱跑。这时小美发现可以听到小帅声音，因为感觉这件事十分不对劲，她表示现在应该回到公路上。首先他们两个人必须碰面，小美会一直不停说话，小帅只需要跟着声音找过来就行。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，然而小帅刚走没一会儿，他整个人瞬间愣住了，因为小美的声音左右两边都出现了，他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听到这里，小美说起了另一个办法，接下来他会3、2、1倒计时，数到1的时候他们要同时跳起来。等小帅做好准备过后，他们两个一块跳了起来。通过画面可以看出他们现在距离很近，随后他们决定再跳一次，而这一次他们的距离竟然变远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被吓坏了，她一个不小心直接摔了下去。小帅这边也彻底慌了，他不顾一切开始疯狂往前跑，可是刚跑没一会儿，他突然被一滩泥土给绊倒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，一阵苍蝇乱飞的声音传了过来。等他仔细朝声音看去，只见地上有条狗领了盒饭，名牌上显示小迪2个字。这一幕让小帅更加害怕了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走。就这样一直到了下午，他们两个还是没有发现对方。为了不影响肚子里的孩子，小美决定坐下来歇一会儿。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声音，她以为是小帅，就急忙上去迎接。然而等她仔细看去，一个陌生面孔赫然出现了。小美很是谨慎，她被吓得连忙后退。男人说他是小孩的父亲，如果想要出去就要跟他走。小美听后并没有相信，她询问男人，如果你知道出口，为什么你不出去？男人表示他孩子和老婆也在里面迷路了，他要找家人一块出去。听到这儿，小美放松了警惕，于是就跟他一块离开了。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，两个人还在一直往前寻找出口。这时小美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等她低头往下一看，只见地上有一把剪刀，而且旁边好像还埋着一个人。看到这一幕，小美想着赶紧离开，可抬头一看，那个男人却消失不见了。一时间小美也不知所措，她只能尝试喊小帅名字，不过喊了很久并没有任何回应。突然草丛里冒出来一个人，小美就这样变得生死未卜。另一边小帅也在呼喊小美，喊了很久同样没有任何回应。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出一个小孩的声音，男孩一边埋着乌鸦，一边说着草丛不会移动死物。小帅一眼断定他就是之前喊救命那个男孩，他认为是男孩把他们引过来的，而男孩听后却说不是他。他们一家3口也是一样听到了求救声，进来之后不仅走散了，而且还出不去了。随后男孩又说了一句话，你的妹妹小美马上就要领盒饭了。小帅一听很是惊讶，他询问男孩怎么知道小美是他妹妹。男孩表示是一块石头说的，他可以让你听懂草丛说的话。接着小帅问起了小美的位置，男孩说如果你想知道那就跟我走。由于现在已经没有办法，小帅二话没说就跟了上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俩人到了一个石头旁边，男孩只是把手放了上去，他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。随后他让小帅也过来试一试，小帅并没有多想，慢慢把手抬了起来。然而等他快要摸到石头时，身后突然传出一阵小美惨叫声。男孩表示小美已经领盒饭了，现在过去已经来不及了，但小帅根本接受不了，他也不管自己会不会迷路，二话没说直接冲了过去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男人到了附近的公路上，通过车里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在一直寻找小美。很快他有了新发现，教堂门口的车正是小美俩人的。随后他上去查看了一番，只见车里的食物已经完全腐烂，整个车身已经全部落满灰尘。接着他又去教堂查看了一番，只见里面啥也没有，最为明显的只有一扇门。男人想要打开，却发现已经被反锁，眼看没有任何线索，男人一时间也不知所措。这时路上的一本书吸引了他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正是小美的名字。看着草丛，他怀疑小美在里面迷路了，为了一探究竟，他也钻了进去。不过好在他留了一个心眼儿，走一段时间
边都会给草丛打一个结。随着越来越往里深入，他并没有发现小美任何踪迹。由于天色已经快要黑了，男人本想着赶紧原路返回，可走了好一大会儿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记号。他就这样也被困在了其中。到了晚上，男人本想停下来休息一下，突然身后传出一阵响动，他谨慎地扒开草丛看了过去，原来只是一棵树被风吹了而已。他这边刚准备松一口气儿，之前那个男孩又莫名出现了。男孩说他知道男人在寻找小美，而且还知道小美的位置。如果男人想要见小美，就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男人听后直接答应了下来，俩人就这样一块出发了。不久后，他们停下了脚步，只见小美已经变成一具干尸，看起来已经领盒饭很长时间了。正是因为草丛不会移动死物，他们才可以找到小美的尸体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人很是伤心。可等他往一旁看去，那个男孩竟然消失不见了。无论他怎么喊，根本没有人回应。到了第二天，男人开始接着寻找出口。刚走没一会儿，他突然听到一阵说话声，一看是个好机会，他立马喊起了救命。而外面说话的正是男孩一家三口。听着男人一直喊自己名字，男孩急忙把母亲叫了过来。他不知道男人为什么会认识自己。这时小狗突然动了起来，男孩为了小狗也跟了过去。最终他们一块钻进了草丛。看到这一幕，父亲和母亲也急忙赶了过去。然而进去刚找没一会儿，不仅孩子没有找到，他们一家三口也全部走散。到了晚上，父亲无意间发现了那块石头，他只是看了一眼就被石头完全吸引了。随后他慢慢走了过去。这里导演留了一个悬念，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触摸。画面一转，来到第二天，小美和小帅又到了老位置，和上次一模一样。有个小孩在草丛一直喊救命，他们的反应也是和上次一样，还是要决定去拯救小孩。没过一会儿，男人听到了俩人的说话声，为了确保不是幻听，他拼命地喊着小美的名字。俩人听后也很纳闷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会在这里。这时小孩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他表示自己发现小狗了，但小狗已经领了盒饭。听到这里，男人想了一个办法，因为死物不会移动，他让小孩一直说话，其他人则是跟着声音寻找小孩。不久后，男人到了小孩位置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死物不会移动。很快小美也赶了过来，通过俩人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他们应该是久别重逢。小美肚子里的孩子也是男人的。还没等俩人说话呢，小帅这个时候赶了过来。随后他们梳理起了整件事情，可无论怎么说根本说不通。男人是在小美走完2个月以后才过来的，而小帅却说他们2天前刚出发。很显然这根本不合常理，但仔细回头一想，这个草丛里没有什么合理的。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小帅让孩子骑在自己肩膀上，在转了一圈过后，男孩有了新发现，只见远处似乎有一座房子。小帅询问是不是一座教堂，男孩却说太远了根本看不清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们一行4人就这样出发了。可是刚走没一会儿，小美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里面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说不要让小帅伤害男人，一定要和男人一直在一起，否则他们会永远犯同样的错误。听完这些，所有人都一脸懵。男人表示他们要加快脚步，要不然这种事会越来越多。随后他们再一次前往了房子，然而就快要到的时候，小美突然倒在了地上。这时男孩父亲赶了过来，在经过一顿抢救过后，小美终于醒了过来。父亲说只是中暑了，没什么影响，而且还说他发现出口了，等把母亲找到，他们所有人就可以一块离开。听到这里，男人想看一下离房子还有多远，在转了一圈过后，小孩却说房子不见了。父亲表示这种情况属于正常，想要离开那就跟我走。就这样到了晚上，父亲把所有人带进了石头这里，他说只需要摸一下石头，所有的出口都会显现出来。就在小帅快要触碰的时候，小孩的母亲赶了过来，她急忙告诉其他人一定不要相信丈夫的话，因为她亲眼看到丈夫把小美给杀了。虽然自己不知道小美为什么复活了，但丈夫杀人一定是存在的。听到这些，其他人连忙往回跑，而小孩母亲并没有跑掉，父亲直接让她当场领了盒饭。没过一会儿，所有人停了下来，他们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这时男孩的小狗出现了，看着他一直往前奔跑，其他人也急忙追了过去。不久后他们进入了一间房子，虽然这样可以阻挡一时，但终归还是会被发现。小帅把这一切都怪给了男人，如果不是男人把小美给抛弃，那他们就不会进入草丛。男人听后非常生气，他认为小帅这样说是个借口，真正目的是让小美恨自己。他一直看不上男人，更不想让妹妹旧情复燃。听到这些，小帅彻底愤怒了，俩人就这样打了起来。这时男孩父亲砸起了房门，看到这一幕，他们急忙跑向楼上，因为来的时候路边有一座教堂，于是他们立马去周围查看了一番，只见教堂就在不远处。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一旦进入草丛，很有可能还会迷失在其中。就在俩人不知该怎么办时，
时，男孩那只小狗又一次出现了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呢，小狗竟然诡异的消失了。为了把这个事给弄清楚，男人往高处爬了一层，在这里他发现小狗跑了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男人觉得楼下会有洞，而这个洞就是唯一的出口。他本想仔细再往前看一看，突然手一滑，差点摔下去。一看是个好机会，小帅果断把手松开了。这时男孩父亲追了上来，小帅急忙带着小美赶紧离开。看着男人一直没有出现，小美一眼断定是小帅搞的鬼，他气得直接一个人钻进了草丛。因为小帅是最后一个跑的，父亲决定先让他去领盒饭。诡异的是，他好像知道小帅往哪跑，最后直接把他摁在了地上。等小帅往一旁看去，只见一旁全是自己的尸体，这就说明无论他怎么跑，始终都会死在父亲手里。而他们所有人经历的事情，男孩的父亲早已经历好几遍。另一边，男人醒了过来，在经过一番寻找过后，他听到了小美的声音。可是两人刚聊没一会儿，小美就被男孩父亲给抓住了。看着一旁有一把剪刀，小美直接捅了过去。他本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追杀，然而下一秒草丛里冒出了很多尸体，他们把小美高高举了起来，看样子应该是要运往某处。等他再一次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在石头旁边了。为了可以打破这个死循环，他拿起手机给自己打了电话，而说的话刚好对应了之前那一段，别让小帅伤害男人，否则会永远犯一样的错误。话音刚落，小美肚子就疼了起来，看样子应该是快要生了。这时石头旁边塌陷了一块，只见里面深不见底，而且堆放的全是尸体，有的甚至还活着。小美想要离开，却发现根本动不了，因为孩子现在就要出生。最后小美疼晕了过去。再一次醒来时，小帅正在喂她食物吃，不过很快小美反应了过来，她发现刚刚吃的不是别的，竟然是自己的孩子。面前这个人也不是小帅，而是男孩父亲。没过一会儿，男人赶了过来，看着小美肚子已经平了，而且周围还没有小孩，他很清楚孩子已经领了盒饭。这个时候小孩也赶了过来，他说父亲把所有人给杀了，这样的事永远不会停止，他们会一次又一次被杀。话音刚落，父亲就来了，男人和他就这样打了起来。很快男人占据了上风，他抓起两根草狠狠勒住了父亲。在经过一顿挣扎过后，丧彪终于没了呼吸。随后男人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把手放在了石头上面，只是一瞬间，整个草丛地图就出现了。接着他带男孩去了出口，还把小美的项链给了他。现在男人已经出不去了，他让小孩阻止小美进来。最后小孩被抱进了一间屋子里，而这个屋子正是教堂里边那个门。等男孩出门一看，小美和小帅正准备进入草丛。为了结束这一场死循环，男孩立马上前阻止他们。起初小美根本不信，直到小孩把项链给拿出来，两人这才没有进去寻找。这场无限循环终于被打破，而草丛里只剩下了男人一个。故事最后咱们分析一下，可能是因为石头，草丛里的时间和外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会一直循环往复。而这个石头是放大人的欲望，男孩父亲心里是邪恶的，摸了石头过后他变得更加邪恶。相反，如果内心是善良的，摸了石头以后会变得更加善良。这部电影给了我一种未知的恐怖，它成功让我害怕了家里的玉米地。如果恐怖片满分10分，那我愿意给它8分。